空导弹可以实施精确拦截，但是冷战期间，在还没有能够精确拦截一架飞机的导弹出现，又很怕携带着氢弹的苏联图95突破防线后，把它扔在自己的头顶上时，美国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一枚空对空核火箭弹了，就是它，卖到 Air-to-A 精灵。把它发射出去呢，是可以直接摧毁一整支轰炸机编队的。很像末日电影里面才有的情节，对不对？但它偏偏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精灵的故事。其实空对空火箭弹并不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早在二战期间呢，它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而且发明它的显然也是德国了。二战中期德军就已经开始研制 X 空导弹了。但这种有限制导的空导弹呢，不仅准头有限，射程也很短，并不适用于空战嘛。不过，将有空的导弹改成无空的火箭弹，再利用其大威力的战斗部，在远距离大致对准轰炸机群后呢，发射并引爆，理论上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想法是很美好但现实却容易啪啪打脸。这一时期限制空火箭弹的主要因素就是战斗部的威力不足了。对付大型轰炸机时呢，需要在极近的距离爆炸，才能对皮糙肉厚的轰炸机产生致命威胁。而提升战斗部就意味着提升火箭弹的直径，重量也就增加了。在当时呢，这是一个难以平衡的矛盾。不过二战末期的原子弹呢，恰恰为空火箭弹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因为这玩意儿根本就没有火力焦虑了嘛。火箭弹里面装上它，岂不既轻又强？多好啊！好吧，核火箭弹放在今天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如今核武器只有一个角色。战略武器，曾经的另外一个作为战术武器的身份呢，已经被越来越重视次生灾害的国际社会集体禁止了。你看看切尔诺贝利、日本福岛，就知道核爆炸的那一瞬间算什么，剩下往后的数十年呢，才是够大家受的。不过人类总有一段作死的时间嘛，局面一上来呢，可不是这样的啊。曾经有一阵核武器的地位并不比其他常规武器高多少，而且似乎战术应用还是其发展的首要考虑因素呢。早在相互确保毁灭，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MAD 概念出现之前呢，美国和苏联就已经建立了种类齐全、数量庞大的战术核武器库了。大到鱼雷和巡航导弹，小到核背包，应有尽有啊！既然这样，多一个空核火箭弹有什么大不了呢？而且它确实是填补了当时美国空对空武器系统的一个空白嘛。虽然美国是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过这个头衔却并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苏联就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核武器试验，2.2万吨级的当量可是比美国在广岛投掷的1.5万吨级的要更强大。美国瞬间就感受到了威胁。之后呢，美苏又相继研制成功了氢弹，核军备竞赛正式开始了。由于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服役呢，还要再往后推上数年的时间，因此当时普遍认为核攻击一定是要通过战略轰炸机来进行的。而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苏联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也就是后来的图95呢，已经开始研制了。而美军迫切需要做到的就是消除这个威胁了。怎么消除呢？3步走嘛，监视、阻止和拦截。但20世纪50年代，美国空军手上的牌呢，只有航炮和机枪嘛，空导弹还是个不靠谱的新鲜玩意儿。而你说航炮和机枪有多高的效率，空军心里面还不清楚吗？用这个来拦截自由世界毁灭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吗？所以必须要发展出新的系统。火箭弹可以吗？事实上当然是可以的空对空火箭弹已经是一个证明有效的飞机拦截武器了。之前不好拦皮实的轰炸机呢，是因为爆炸威力不够嘛。那咱给它换上威力够的核弹头不就好了吗？而且巨大的爆炸半径不光能抹掉一架轰炸机，甚至连一整堆轰炸机都能够一并给你干掉了。简直高效啊！美国人果然是个大聪明啊！这个 KPI随后就落到了麦道公司的手里面。他们也不负众望，仅用了1年时间就把这枚空核火箭给研制出来了。那是在1955年，装着1500吨当量核弹头的 Air-to-A 精灵横空出世了。它直径370毫米，全长2.39米，全重370公斤，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但是只会工作2秒将火箭推进到3.3马赫的速度。随后呢，引信就开始工作了，并在继续飞出去大约10秒之后引爆。
于是这12苗就成了发射载具，后来被确定为268架经过改装后的 F-89蝎子截击机的全部逃命时间了。还好它的速度够快，在高过载急转弯将精灵留在身后之后呢，它刚刚好能够跑出危险范围。但是对于飞得比较慢的轰炸机编队而言呢，就基本没有逃命的可能了。一个火球之后，可能大家就集体去领盒饭了。从1955年起呢，精灵的生产一共持续到了1963年，总共生产了3150枚。在服役期间呢，也进行了些许的改进，最主要的是进一步延长了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时间，以保证载机能够有效的撤离。虽然装备了数千枚，也为此改装了这么多的战斗机，但其实它在退役之前啊，真正被完整发出去的只有一次，而且还是在试验场上。应该说幸好是在试验场上。那是1957年的7月19日，由一架 F-89J 在美国内华达的尤卡平原上空发射。对于载有一枚12秒后就会爆炸的核弹的飞机上的2名飞行员来说呢，这当然是一趟非同寻常的凶险之旅了。但有意思的是啊，想要冒险的显然并不只有这哥俩，5名空军军官自愿，注意啊，是自愿站在起爆点的正下方，随意的穿着他们的夏季制服，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接受头顶上可能袭来的辐射。他们这么做呢，目的真的很单纯啊，就是要向恐吓人士证明，咱这个精灵可是可以放心的把它飞上天上去的，它对于地面一点污染也没有。你看，我们这也没变成绿巨人嘛，的确啊，他们似乎真的是挺健康的，基本都活到了世纪之交。最久的一位呢，直到2014年才去世。所以那就继续服役呗。等到了80年代中期啊，美国人发现精灵已经拦不住人类送核弹的新玩具洲际弹道导弹时，才决定彻底把它放弃的。但转过身就投入到造出比苏联人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场运动中去了。精灵被装入瓶子，恶魔被释放了出来。不对，那根本也不算啥精灵啊！看来美国人美化自己呢，的确是历史悠久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隐形飞机真的会隐形吗？当然不会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隐形飞机在一些深高频和超高频雷达面前都是明显可见的。既然这样，它们凭什么还叫做隐形飞机呢？没办法啊，想要在雷达面前完全消失呢，几乎是不可能的。隐形飞机比普通飞机强就强在啊，虽然你能够看得到我，但是却很难打到我。好吧，尽管有点鸡贼，但能够鸡贼得起来本身就很不容易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以及他们为什么就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个是设计。一个能够使雷达波偏转而不是原路返回的外观设计对隐形飞机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它在第5代战斗机上已经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了，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彻底的欣赏它呢，最好还是退回到它的起点，那架棱角分明的 F-117上。F-117啊，代表着当年对雷达散射截面的最强计算结果。酷似外星飞行器的造型呢，直到今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科幻。反倒是现在更加圆润流畅的 F-35或者歼-20好像还缺了点味道啊。不过这正好代表着我们的计算能力在这段时间里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可以在一个3维空间而不是2维平面上保持良好的雷达散射设计了。是的啊，虽然有了更多的曲线，但是散射雷达波的底层逻辑还是一致的。就像这张图片展示的一样啊，隐形飞机的外形呢，需要被设计成像是一面面斜镜一样，把雷达波的能量反射到别的地方去。与此同时啊，今天的隐形飞机表面设计还加入了新的理念，它利用适当的弯曲与平滑的过渡啊，让雷达波平稳地通过它，就像水流过光滑的荷叶表面一样，不会留有痕迹。疏而不堵，这不是东方的智慧吗？当然啊，就需要更好的模型和更强的算力了。这是第一个难点啊。接下来第二个，换一种思路，以柔克刚。你拳拳到肉，我就借力打力，用特殊的材料把你发射过来的雷达波全给吸收掉，这便是雷达吸波材料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啊，仅仅只是靠外形设计呢，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机翼的前缘、进气道的入口、垂直尾翼的表面等等，都会产生大量的回波。在这儿呢，就必须要采用吸波材料加以辅助了，它简称 RAM（Radar Absorbent Material）。
其工作原理是将雷达发射过来的电磁波的能量吸收，转化为热量，再发散到空气当中。通过与第一个外形设计相结合呢，就能够将战斗机的雷达截面减小到和一只中型鸟类差不多的水平了。而什么算是中型鸟类呢？指的就是大部分体长在20到40厘米之间的鸟类了。你看啊，这么算起来，等于就是把战斗机缩小了50倍嘛，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啊 ，RAM 维护起来就是一场噩梦了。为什么拥有一架 F-35或者歼20那么贵呢？这一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了。同时啊，高温也是一个问题啊。甚至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已经知道，隐形战斗机是很难维持持续的超音速飞行的。并不是发动机不给力啊，而是 RAM 不给力，速度一快，跟空气的摩擦一剧烈，温度就升上去了，然后稀波涂层就废掉了。你飞得越快，暴露的就越快，很尴尬，这就是第二个难点了。好，如果说前面两个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想到的话，那么后面这几个呢，就是往往被忽略的了。第三个，生产公差，隐形设计在数学运算上的复杂性和 RAM 材料在应用上的烧钱性是一回事，但是能设计也能花钱，这隐形飞机就能够自己组装出来了吗？不行吗？能够大量部署它们的重要前提其实是必须要能够以极其严格的生产公差去制造它们的水平才行。在隐形战斗机的表面，即使是面板之间极其微小的缝隙呢，也会使它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的。因此，组装隐形飞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了。它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很多相当昂贵的设备的支持。引用一篇专业文章里面的描述就是如果飞机外部结构的部件经过精密加工，以极小的公差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隐形要求就可以更容易的满足。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和接近消除结构部件之间的间隙呢，对于实现飞机的隐身特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实际上，这正是难倒很多国家的一点之所以美国能够把自己的隐形优势保持了那么久呢，也得益于此。比如产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 F-22，它的制造公差大约为1/400毫米，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是需要用胶带填缝剂和 RAM 材料来处理缝隙，才能够保持住飞机的隐形轮廓。而到了 F-35，据说生产公差又提高了几个数量级，但你看覆盖缝隙的 RAM 材料呢，依然清晰可见。所以这第3点是难上加难第4点就是如何隐藏自身的红外和电磁特征了。别被动的挡着了，却把主动的给泄露出去了。考虑到只要燃烧喷气呢，就一定会带来红外特征，所以为了减轻一点点，那就把发动机埋得深一点嘛。隐形飞机通常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的深处，在排气口周围呢装有特殊的护罩，以便在释放热量时能够快速散发。同时这种方法还有助于管理飞机的声学和视觉特征。换句话说就是不仅让敌人的机器不容易发现我，也要让敌人的人不容易发现我。当然，这儿的难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隐形飞机都能够有效的遮住发动机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护罩都是那么容易设计的。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恰恰不能硬塞进去的一点那就是人的因素。利用有利的地形、准确的情报、敌人的弱点和你对自己驾驶的飞机的了解程度来制定计划、规划路线，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暴露于可能会发现或者攻击你的敌人防御系统面前的风险。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以及飞行团队本身也是隐形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好了，听完以上几点，朋友们觉得印度大概还需要花多少年才能够端出一架像样的隐形战斗机呢？如何才能满足人类次时代的好奇心呢？答案是把一个网球场发射到150万公里外的太空当中去。当然，你们都知道，我说的网球场呢，指的就是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了。最近天文方面的热词呢，非他莫属你多半耳朵都已经听起茧了。那今天重复的内容呢，就不讲了，我专门挑了几个你可能没有听过的来讲一讲。作为人类次时代的大玩具，詹姆斯韦伯主要有4大任务目标，分别是观察第一个星系，研究星系的演化，了解恒星的生命周期和寻找其他的世界。我知道你多半对最后一个目标最感兴趣，我也是的但要做到呢，实在是很不容易为此，它必须要具备2个重要的条件：大和冷。因为只有大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光，才能把15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之初形成的第一批星系传来的光给兜住。其实用兜呢也不太合适因为哪怕这已经是一个直径达到6.5米、面积比哈勃还大了4.5倍的镜子，它每秒钟也只能收集到大约1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光子。是的
1个光子。作为对比，随便找一个晚上，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天空中最明亮的星星，你的眼睛呢，每秒钟能够收集到来自它的光子数大约是100万个。如此之暗，你能想象吗？詹姆斯韦伯的主镜呢，是由18个更小一点的六边形的镜子组合而成的。它在发射的时候呢，会折成3个部分，然后再展开，组合成一片完整的抛物面。不过，为了避免哈勃曾经犯过的错误，它的每一面小镜子呢，都是可以单独运动的。也就是说，当焦点没有完美对齐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调整其角度、方向，甚至是曲度来矫正的。哈勃曾经为此额外付出了一次航天飞机的任务和15亿刀的维修费用，而这次停在150万公里以外的詹姆斯韦伯，即便再不心疼钱呢，也是全无维修的可能性的。人类目前根本就没有能够载人飞出去那么远的航天器嘛，所以它当然只有自己靠自己，通过这样的校准机构，始终把对焦精度控制在人类头发的1/1000以内，否则连那一个可怜的光子都可能给放跑了。对了，宇宙一直在膨胀，你肯定是知道的啊，所以那个光子呢，也早就被拉扯到了超出我们人眼可见光范围的红外区域了。所以詹姆斯韦伯呢，实际上看的是红外线。这就是为什么第2个条件冷那么重要了，因为只要有热就会辐射出红外线，而当你的目的是去探测别人发出来的红外线时，最尴尬的，可能就是你看到的全都是自己发出来的红外线了。所以只有让自己越冷越好啊。詹姆斯韦伯之所以要跑那么远，来到所谓的拉格朗日 L2 的位置呢，就是为了躲避来自太阳、地球和月球辐射出来的热量的。而他之所以要展开5层的隔热膜，把镜子正好躲在其背后呢，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为什么要用5层薄的，而不是1层厚的呢？要知道啊，在太空中展开像这样的非刚性材料是个多大的噩梦啊！不过，为了一层层的把热给辐射到太空中呢，詹姆斯韦伯只能这么干。虽然热的传递有3种方式，传导、辐射和对流，但显然在真空的太空，只有辐射能够玩得转，所以能提供辐射的面积就很重要啦。而且你看啊，这5层膜之间的排列还非常的考究。虽然每一层膜把大量的热都向外辐射掉了，但还是有一部分热啊，通过膜自身的传导，从外表面来到了内表面，并且从内表面向内辐射了去。于是这个热呢，就会跑到下一层隔热膜上面去了。而为了将它辐射出去啊，其实每一层膜之间的间隔与排列角度都是经过了严格计算的，使辐射在打完乒乓球之后呢，恰好能够从旁边流出去。所以从测试图上看起来呢，这5层膜才会组成一个梯形嘛。好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将镜子表面的温度控制在零下233度左右了。但是啊，这对于红外感光元件而言还是不够低啊，它得要运行在一个只能比绝对0度高7度的不可思议的超低温环境里面才行啊。为此 ，NASA 单是在这一块呢，就花出去了1.5亿美元，研发出了一台犹如外星科技一般的制冷器。它利用声波压缩一段绝缘管子里面的氦气，使这些氦气在其中形成温度差。因为声波说白了就是压力波嘛，而气体的压力正好跟温度成正比，然后再将2个换热器分别插在这2段氦气一冷一热的两边，一边连着隔热膜将热量带出去辐射掉，另外一边呢连着红外传感器为它进行持续的降温，从而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你别说啊，阿汤哥的碟中谍系列除了第1部，其他每一部的制作预算基本上都是1.5亿美元哦。这么看来啊，1.5亿是为不可能买单的平均付出了。好了，这是玩笑啊，但希望詹姆斯韦伯不要跟我们开玩笑就好。最后，既然你都已经看到这儿了，那必定对天文是真爱了。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就是这个2022年的天文年历，一共15份，要的话就积极留言吧。我从大家留言的精彩程度里面判断，究竟该送给谁呀？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反正不会是我们眼中看到的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受到了2个条件的限制。光和感受光的眼睛，眼睛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器官，其结构精密的程度呢，甚至在19世纪时啊，让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在面对神创论的质疑时，竟一时语塞了，因为他也拿不出很好的解答，只好承认眼睛的进化呢，的确是一道难题啊。1860年啊，他在给美国植物学家阿萨格雷的信中呢，就写道：迄今为止，眼睛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啊。但一想到那些已为人所知的精妙渐变的阶段呢，我的理性就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克服这种不寒而栗。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啊，
尽管我搞不懂，但还是相信眼睛一定是进化出来的。达尔文的这种自信呢，还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因为一直要等到20世纪末啊，人类通过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后，才发现了眼睛进化的秘密。而且啊，它不光是一步步进化而来的，还跟我们曾经以为的完美背道而驰呢。实际上，眼睛的缺陷还真不少呢。就拿我们自己的眼睛来说吧，跟哺乳动物的祖先比起来呢，它就是一个减配后的玩意儿。因为其中负责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从最初的4种减成了如今的3种。哎呀，还好啊，至少还比其他的哺乳类同胞多了1种嘛。为什么要减配呢？为了给对生存更加重要的视感细胞让位嘛，它能够让我们在夜里面看得更加的清楚。在远古时期啊，如何在被恐龙等强大生物统治着的地球上寻找到夹缝生存下来才是正道啊！颜色看得再多有什么用呢？到了夹缝里面只有黑暗，要看得见才是真实用嘛。于是视锥细胞就减少，视感细胞便顺势上位了。哺乳动物的世界啊，变得暗淡了起来。当你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美好的时候，殊不知啊，鸽子、蝴蝶眼里面的世界才是真美好啊！人家的眼睛里面可是有5种颜色的感受细胞呢，这你就已经很难想象了吧？但还有更夸张的啊！这只皮皮虾不光自身的颜色丰富的够妖艳，它眼睛里面能够看到的世界才更妖艳啊！它有16种视锥细胞，能够感受到16种不同的颜色，可以捕捉到更多的视觉信息。人类在它看起来呢，也许才更像是个低等生物呢。哎呀，算了，越说越嫉妒啊，还是收回来啊。说说第2个限制条件吧。光。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呢，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来说，太阳光都是唯一的光源。所以世界原本的样子呢，是由物体反射出的太阳光与接收到这些太阳光的眼睛共同塑造出来的。然而人工光源出现之后呢，这一切就发生变化了。因为很简单啊，灯光不管是哪种灯光，都达不到太阳光那么完整的光谱范围。你想想看，如今每天会花多长时间待在室内，仰赖灯光作为照明，在光线下认识这个世界呢？当然啊，读书的孩子就更不要谈了。于是这个时候的世界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灯光的显色指数来决定的。什么是显色指数啊？它在0到100之间，用来指示光源对物体色彩的还原能力的强弱。太阳光被定义为100，是显色性能的终极追求目标。越接近它呢，当然也越好啦，因为这不仅能让你看到物体更加真实的色彩，更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感到自然舒服。换句话说就是更加的护眼。哎呀，没办法，谁让我们在阳光下进化了几百万年呢？视光学界已经反复证实了一件事情啊，自然光能够预防近视。所以从保护视力的角度看呢，选用接近自然光的高显色指数的灯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给孩子使用的台灯了。儿童读物、玩具之类的物品呢，都是五彩斑斓的。如果选用了低显色指数的台灯，反射回孩子眼中的色彩呢，就会失去饱和度，造成颜色失真，引起视觉疲劳，进而导致近视。考虑到我自己都已经戴上眼镜了，所以给孩子选一盏合适的台灯就更加要谨慎了。不得不说啊，这盏米家智能台灯 Lite 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啊，99元的定价就能把一台显色指数高达90、亮度和均匀度达到国家 A 级照度标准，还能通过米家 APP 和小爱同学实现智能化控制的台灯带回家。大概也没谁了吧？我实测了一下光线柔和舒服，放在桌面上呢，能够覆盖很大的一片范围。连上米家 APP 后呢，可以实现亮度的无极调节，也可以在读写、休闲、夜间3种模式之间快速切换，非常贴心啊。对了，大家很担心的蓝光危害呢，在它这儿也不会出现，可以说是足够安全了。上一次我为了灯光安全买单呢，可是花了多它好几倍的代价，所以这样一盏早就被卖爆掉的台灯的升级款来了，你不赶紧升级一下吗？